这门是打开的，那就从这里进去吧。这是优衣库好像对吧？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品牌。我一般来说很不喜欢逛这种店，可能女士比较喜欢吧，反正我是不喜欢的。哦，这里规模真的好大呀，有好几层好像。看看，这里有电梯。对，真的有好几层。我看看去超市买点东西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明天礼拜天就全部关门了。所以呢，在德国要想好，如果你礼拜六不买好东西，不为礼拜天买好东西，那礼拜天会饿肚子，或者只能去餐馆里面去吃饭了。所以在德国还有很多基督教这种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礼拜天全部关门。你看这些小女孩坐在地上，这也是西方文化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，喜欢坐地上，席地而坐。里面真的挺大的，他们心目中的东方美女啊。好吧，这就是真的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购物中心，我们就拍到这里吧。等一下我到超市买点东西去了。妈呀，刚才才进这个购物中心去了大概20分钟，出来天差不多黑了。我忘了现在是11月份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原因，应该不是，因为现在大概4点多钟吧，是要到了天黑的时候了。你看现在都已经开灯了。好，朋友们，我继续往下说吧啊，就是在咱们频道，比如说昨天或者今天凌晨上传的那视频，就是说我在柏林的经历啊，差不多被打的经历。有的人说，他们原来来柏林的时候感觉挺好的，比如说去勃兰登堡门那一带呀，还有柏林主要街区那里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就是如果你作为游客来这里几天，和在德国长期居住，这个观感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作为游客，你肯定一般是去那些旅游点打卡，对吧？你看见都是一个地方最光鲜亮丽的一面，这并不是真正的那个国家或是那个地区的情况啊。而我刚才在咱们本期节目前面说了啊，我想拍摄就反映出普通人生活状况的一些场景。因为你们也知道，就是旅游博主他们比我更有水平，拍出来的东西更好看，对吧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拍摄那些旅游景点呢？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啊，我想在我一边走一边说的时候呢，我补充一点，就是我说了，我来柏林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我发现呢，柏林的私人火车公司啊，它有特价9.99欧元单程，所以我就订了票就来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我不希望大家误解我，以为啊，我就是宣传在德国出行有多么的便宜，怎么样。其实我原来也看见过有的中文的自媒体啊，宣传，比如说在美国呀，还有在欧洲呀，坐飞机多么便宜啊，可能只有14.99欧元飞机票，然后呢可以从德国飞到西班牙，怎么样，反正有点类似的那种宣传啊。其实这是特别误导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地方，高工资低物价。很多人啊，就宣传国外的时候，就是往这个方面那个带风向。其实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工资特别高，然后物价特别低，稍微有一点逻辑思考的人就应该知道，
作为老板，为什么付那么高的工资，然后物价那么低，那他怎么从他的生意那里获得什么利润，对不对？如果物价那么低，比如说你赚10万块钱一个月，然后呢，你买一碗面条可能只有1块钱、2块钱，有这个可能吗？那老板他的那个利润怎么能够得到那么多，然后呢还付给员工那么高的工资，他剩下的还有那个利润可赚？我只是举个例子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无良的自媒体人啊带风向。好，我在这里我又发现一个现象，你看这个线已经断了啊，这个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原来是一个公用电话停的，后来停止使用了，就变成了狗皮膏药停了这个柱子。这是所谓的公德心啊。然后地上有垃圾。好，我继续。就是这世界上绝对没有工资又高、物价又低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在国外确实啊能够订得到？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很便宜的那个机票，有的那个所谓的廉价航空公司有这样的，一般你要提前很久才能订得到。有人闯红灯。然后的话，它有比如说你的票是不能更改的，也就是说你到时如不能出行，那你的票就作废了，没有任何行李的，或者只能带一个小小的那个电脑包。如果你有行李，比如说手提的行李，你又得另外花钱。如果你还有比如说20公斤、23公斤那种旅行箱，你又要另外花钱。还有你的座位呢，你也要花钱。反正每一笔钱你都要另外去付，所以最后可能比如说那个机票可能就是14.99欧元，但是如果你要带上行李啊这样那样的话，最后可能100欧元也不一定，所以最后呢也没有那么便宜了，对吧？就是有很多先决条件，并不是说你永远每次出行都那么便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桥这里了。我们先呢，我在这里走几步给大家看看。其实如果是天气好的话，或是亮的时候，这一带这河边其实很漂亮的啊。就是有的人来柏林旅游的时候看到可能就是这样的景象，所以他们认为呢，柏林给人的感觉非常大气。确实啊，因为柏林它人口就是300-400万，然后它的那个面积挺大的，所以那个展得非常开。又加上呢有这个 Spree 这条河，所以整个城市呢给人感觉有灵性一样。有水的地方肯定就好，对不对？但只是大家看到所谓呢很大气，只是一个城市的一面啊，就是非常光鲜亮丽的一面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座桥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它的设计也非常好看。上面还跑那个地铁。等一下我就穿过前面的红绿灯，我等一下呢从那个桥里面，因为它有人行道的，可以从桥的下面走。等一下我就给大家看看下面是什么景象啊。刚才那个已经闯红灯了，在德国是不能右转的，如果那里没有绿灯的话不能右转。这也是有个另外送外卖的人。然后呢我们就从这里往前走。你看我现在来到这桥下了啊，现在非常的黑。走几步，然后我关掉相机再往前走几步。我晚上凌晨我1、2点钟有走过这里。朋友们，如果是拍旅游节目的人，他们会拍这种东西给你看吗？绝对不会吧，对不对？他们一般肯定是拍，比如说给大家看看，他们给你拍的可能是这种画面，你看多美呀，对不对？水边的房子又特别的贵。然后我把镜头稍微换一下，你看就拍到这样的东西了，这才是真实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。
是不是很美啊？你看这景色。好，我们看看桥下左右两边都是无家可归者在这里。这里有很多鸽子，它们到处拉屎。我每次来，我经过这里2次了啊。凌晨的时候，这左右两边刚才那几个是长年累月应该都在这里吧？每次都看见他们在那里无家可归啊，在这么漂亮的那个桥的下面。所以我说了，就是一个城市，如果你光看旅游景点不看细节的话，真的特别漂亮。你看像这种其实都是垃圾，因为现在比较黑，所以不好看见。像这种也是，对吧？好像没有人打扫一样。这些也都是垃圾。这也一样。然后这里，这自行车的尸体又有，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那个桥灯一样，你看下面是那个被打碎的瓶子。这些都是真实的啊！我相信以前也这样，只不过呢，可能没有人拍过这种东西，总是拍特别光鲜亮丽的那些旅游景点，所以给人的感觉总是特别的好样。这也是宣传的一部分啊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拍了这一些呢，主要是给大家看看。柏林当然有光鲜亮丽的一面啊，我也拍了，但是呢，我拍的最主要就是普通人住的街区怎么样，对吧？我这一带应该不算特别的差。这女的也在送外卖啊，不容易，而且她骑自行车的。哎，现在已经黑了4点多钟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想给大家看看就是真实的柏林。另外一个呢，我刚才说了，就是不要误解有些无良的自媒体说国外的物价多么低，工资多么高，其实呢都是骗人的，不可能你的收入那么高，然后物价那么低，那这不是天堂了吗？那不是可以存下很多钱了吗？那为什么美国自己的调查就是很多家庭连500美元都拿不出来，没有存款，都是月光，什么原因呢？这很好可以解释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今天呢在中文的一个自媒体上面发现一篇写加拿大的文章，就是很多加拿大的移民呢又返回到原来他的祖国去了。上面呢有几个主人公，比如说有什么孟加拉国的、印度的，还有什么欧洲其他国家的，都是因为呢，他们移民到那个地方之后呢，发现跟原来想象的大不一样，就是那边生活压力，也就是在加拿大生活压力特别的大，生活特别艰难。他的收入有一个好像是博士学位的，他的收入呢不足以维持他在加拿大的最起码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后来呢又不得不返回原来祖国去了。这就说明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个现象，就是很多东西可能宣传和现实不太一样啊。好，我又回到了差不多我住的地方了啊。那我今天就结束我的话题了吧。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中心思想了。好了，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